这是他第一次远程控制机器人出来交易，因为是老客户，所以基次也就没多想，很快就从车厢中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违禁品。结果就在交换时，客户突然把枪口对准了基次。基次见状弯下腰大喊自己被电击了，紧接着车厢内的机器人直接将客户击倒在地。原来这是基次给自己留的后手。这次虽然是没有赚到钱，但是白捞了一台机器人。这时格林和弟弟钻进了车厢中，另一边机器人狩猎者发现了格林遗弃的车。第二天基次回到了秘密基地，赫姆一直在抱怨这回的箱子很重，殊不知格林和弟弟就藏在里面。就在两人唧唧歪歪的时候，格林两人赶紧钻了出来，听到动静，基次使了一个眼神，然后拿着武器就摸了过去。基次看到对方有个黄色的机器人，就有些好奇，原来克里斯在上学的时候就很聪明，本来他可以成就一番壮举，可家里发生了意外，也是在这个期间爆发了机器人的反抗战争。曾经那些服务性的机器人在自我意识觉醒之后，为了得到公平的权利，向人类挑起了战争。这些机器人没有血肉之躯，人类苦战2年，死伤惨重。直到伊森的出现，他的公司突破了神经投射器的研发，有了这个装置，人类的大脑就可以与无人机器人同步。就这样，大片的远程机器人战警出现了，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人类就终结了战争，剩下的机器人被关进了一个隔离区。战争结束之后，伊森就把装备投向了民用市场，人们可以让一半的意识去旅行，另一半用来控制机器人进行工作。但是格林从来不用这东西。这天放学回家之后，他突然听到屋外有什么动静，找了一圈，突然就看到了桌子后面有个机器人，这吓得他赶紧就跑回屋藏了起来。这个机器人一下就从床底找到了他，格林看见他是个宇宙小子，就觉得有些熟悉。这时机器人指着照片上的男孩是自己，可格林不相信。就在这时，书柜砸了下来，听到动静的养父很快就跑了过来，他表示这要是让政府知道就完了。而这时弟弟就将养父一顿训斥，这也让格林更加坚信这就是弟弟。所以在养父报警的时候，他用电击枪进行了偷袭，接着两人出门开车就准备跑路。最后两人为了进入机器人坟场，就悄悄地钻进了基次的车厢。格林讲完后发现电梯突然动了起来，赫姆见状赶紧把小黄藏了起来。基次看到来的是个机器人狩猎者，双方就打了起来。本来想着关了灯来一波偷袭，谁知道基次的手枪并没有什么用。这时格林突然叫停了狩猎者，趁着他被吸引注意力的间隙，赫姆看准时机拉下了开关，限制了狩猎者。几人立马坐上轨道车准备逃走，谁知道基次掏出了1万多把钥匙，折腾了半天还是被狩猎者逮住了。这时格林开着铲土机直接给狩猎者钉在了墙上。随后几人被逼得进入了隔离区，因为他想去找隔离区的眼镜博士。基次听后虽然不太乐意同行，但闲着也是闲着，正好仓库里面的大号赫姆也充好了电。看着基次坐到了赫姆的肩膀上，格林想到了一个好主意，既然车不能开，那就扛着走。一路上两人聊起了之前的事，基次说在战争中曾经赫姆救了自己，随后他就向政府求情放过赫姆，结果伊森要将他和赫姆一起干掉，迫于无奈两人这才过上了逃亡的生活。在此期间，伊森正在怀念自己的母亲，突然整个神经网络出现了异常，随后通过2个工程师，医生才得知是系统有了漏洞。作为核心的克里斯肉体还在，但是精神已经逃出了公司的防火墙，如果找不到他，公司就会全面瘫痪。为此伊森找到了狩猎者，让他尽快找到那台黄色的机器人，其他的可以随便猎杀。这边的格林几人已经来到了平顶山附近，但是他们目标太大，遭到了机器人攻击。格林几人可以说是毫无还手之力，他们被压到了花生的面前，但是花生拒绝带他们去见博士。听这话，格林也不想强求，准备单独行动。晚上休息的时候，克里斯投射了曾经和姐姐最爱看的动画，而这吸引了周围很多的机器人。远处驻足的花生也被感动了，于是第二天他组了一队人马，带着格林几人去找博士。见到博士的那一刻，他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小黄人。当年博士就是用克里斯的大脑完成了人机结合，从而改变了战争的结果，同时也让克里斯以数字生命的形式活了下来。没想到13个月后，克里斯的肉身奇迹般的活了过来。伊森就让博士除掉克里斯，但博士并不想，被迫的博士就打算离开，可在走之前给克里斯的程序中添加了一个 bug， 这才让他的意识逃了出来。格林听后当即就要去公司总部找弟弟，还没出发，狩猎者就找上了门。这时灯光全部熄灭，花生冲了出来，帮他们拖延时间。而趁机逃到外面的一行人就遇到了伊森派来的机甲大军。没过多久，机器人将大军打得落花流水，而花生被硬生生的扯开了头颅。很快狩猎者出来收拾残局，博士觉得这样不行就站了出来，结果还不到1秒，博士就被别人打死了。狩猎者看着也有了额外的思考，这边飞来的机器人强行带走了克里斯。第二天，花生跟众人回到基地，发现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。花生当即就决定再次开战，
就这样，仅剩的机器人们开着车，带着装备冲向了伊森的总部。这边的狩猎者将克里斯带回了实验室，伊森将接口插入了他的大头内。伊森以为已经是万事大吉了，没有想到手下很快就遭到了袭击。看到赫姆开出了更大的机械体，公司立马就派出了机械大军。基次和赫姆是边打边跑，将他们引到了远处。这时候，花生的大部队立刻开始了反击。看着外面焦灼的战况，伊森打算亲自上阵。而趁着这个空档，早就溜进来的格林在机器人的帮助下，成功吓跑了2个工程博士。看着实验舱里面的弟弟，格林很难过。机器人告诉他可以通过系统和弟弟对话。随后，他来到了弟弟的精神世界。弟弟告诉他想出了一个扳倒伊森的办法，就是让整个系统瘫痪。这就意味着格林必须要关掉弟弟的生命维持系统。现在的克里斯已经跟系统成为了一体，只有克里斯彻底的停止心跳，系统才会跟着罢工。而就在格林难以抉择的时候，伊森亲自操控着特殊机甲来到了地面。在绝对火力的压制下，这些普通的机器人完全不堪一击。随后，狩猎者又来到了花生的面前，只是与上次不同，他收起了武器，并且告诉花生，伊森的本体就在总部的4楼。话说完，狩猎者坐到了一边，就此下线。可就算没有狩猎者的参与，强力的伊森依旧是无人能敌。赫姆和基次使出了浑身解数想要反抗，可没有过2招就被打趴在地。连续中了好几枪的赫姆虽然打倒了对方，可他的电路已经完全烧坏，连告别的话都没有说，就这样在基特的面前下了线。此时大楼里面的伊森得知格林闯进了实验室，本想起身去阻止，谁知道被花生挡住了去路。还在精神世界的格林很难接受与弟弟分别2次，只是他也明白自己没得选择。带着心中的不舍，格林摘下了连接器，他缓缓地走到了实验舱的面前，陆续关掉了克里斯的生命维持系统。随着克里斯停止的心跳，整个系统瞬间掉线，外面的机器人全部失去控制掉了下来。这场战争终究是伊森输了。所有胜利的基次来到赫姆的面前，本来还在伤心，这个机器人朋友没有跟自己坚持到最后，谁知道这家伙还有后手。随着基次把小赫姆放在肩上，这场战争也宣告了结束。伊森被捕入狱，格林跟着花生回到了隔离区。他通过直播告知所有人，精神投射器中的世界是虚拟的，只有现实中的真实接触才是鲜活的世界。无论是人类还是机器人，双方应该相互帮助，相互需要。其实当时设计机器人是华特迪士尼为了宣传主题公园开幕式，于是将旗下机器人投入量产，并成为全球劳动力的支柱。机器人专门从事人类不想做的工作，多年来他们日以继夜的劳作，从不抱怨。但好景不长，机器人很快厌倦了人类赋予的工作，要求主宰自己的人生。他们还搞起了人权运动，数以千计的机器人聚集在一个地方，聆听前身是搞花生促销的机器人花生先生激昂的演讲。听完后，机器人开始觉醒，创建平等联盟，在美国某个城市进行暴力示威。人类宣言要对机器人族群开战，任何窝藏机器人的美国公民都将面临叛国罪的指控。可机器人又不需要睡觉休息，人类拼命奋战了2年，也节节败退了2年，直到一个叫伊森的人出手。他是森特科技的首席执行官，他研发了一种名为神经投影器的技术，可以让人类意识与无人机机体连接。人类终于能以机械化的火力对抗机械化，在几周的时间内就结束了战争。随后在白宫草坪上签署了投降条约，但又因为人类的再次入侵，机器人和人类开始了第2次战争。最终机器人获得胜利，而人类也发现自己错了。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故事改编自同名绘本，有关人类和机器人的矛盾也浮于表面。机器人的设定也非常有意思，邮差小姐的设计会让人联想到精灵的造梦机器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关注港风港影，咱们下期再见。